这是我85元买的华硕路由器，竟然是从新疆发货的，等了1周才到货。从包装正面来看，这是华硕给运营商做的定制机，无线标准是 AX3000。背面这些就不用看了，只要是个 AX3000路由器都有这些配置。侧面标签显示型号 CT-AX3000，23年12月生产的，制造商是华硕电脑上海有限公司。这个包装一打开就觉得很眼熟，很多机器的外壳以及包装材料都非常接近，比如图上这3款很可能是同一个代工厂出来的。配件有说明书、12伏1安的电源、超5类的网线。路由器外观比较传统，天线在2侧，上面是电信和华硕的 logo， 前面和侧面有散热缝隙，后面有1个腕口、3个 LAN 口、电源孔、重置按钮和 WPS 按钮，底部有产品基本信息。取下底部2颗螺丝后，打开上盖。内部主板的做工看起来还行，正反面都有散热片。取下散热片后，背面就没有东西了。我们看正面的芯片，3只小螃蟹，都是瑞昱的芯片。这是我第一次猜到瑞昱芯片的 WiFi 6路由器。主控芯片是 RTL8198D 双核处理器，第一个核心是1250兆赫兹，第二个核心是600兆赫兹。主要的核心是 MIPS 架构的，算得上老古董了。同时，这颗主控集成了256兆内存。主板右下角是128兆的闪存芯片。5G WiFi 芯片的型号是 RTL8832CR，2.4G 芯片是 RTL8192XBR。我查了一下，这一套芯片的型号与21年上市的机器差不多，很可能是升级版本。瑞昱官网对这套芯片的描述中，重点提到了 AI-QoS 功能，能辨别应用的类型，根据应用的类型来调整流量和优先级。我在后台只找到了 IP-QoS， 功能做的比较难用，要先按优先级或者权重设置一个队列，然后再根据端口、以太网类型、IP 等指定队列，设置很繁琐，一点都不智能。还有个限速配置，根据 MAC 地址限速，我给自己设置了50万 kbps， 测速结果没问题，说明限速是生效的。我们再看看其他功能，后台界面风格和光猫一样，其他功能和 QS 一样做得很老旧。我们就看一下测速吧，1000兆宽带可以跑满，此时 CPU 占用超过了 60%，CPU 占用比较高，一般情况下影响不大，但是与高通和联发科芯片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。下面测试 WiFi，5G WiFi 设置44信道穿墙模式，默认情况下 WiFi 支持 KV 漫游，2条空间流，最大协商速度是2402兆，波速成型的天线数量是2。我的测试环境如图所示，套内面积80平，路由器放在图上 A 点，距离地面56厘米，这个高度是模拟电视柜的高度，路由器的实际摆放位置如图。我们直接看数据汇总，华硕 CT-AX3000。待机功率 4.4 瓦，我用的手机是 Neo 9 Pro， 它的芯片是联发科的。从测试结果来看，信号还不错，信号接近联发科 Filogic 820的水平。总结，华硕 CT-AX3000比较一般，它采用瑞昱 RTL8198D 的芯片方案，测速时 CPU 占用比较高，系统做的也很差，不如同价位的其他运营商定制机。其他品牌比如小米、TP-Link、华为、华3都有定制机，他们的定制机系统是自己做的，和零售机器差不多。华硕这一款和自家的零售版路由器完全不同，很有可能是代工厂做的。所以不要看到华硕的品牌就无脑买。如果你只想要一台便宜的运营商路由器，还是建议 MT7981B 的机器。